从企业展示网站到被搜索引进和人工智能应用，从国内传播到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 Engine Find 这一年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对话平台运营负责人施慧聪，一起复盘工程云链从0到1的探索。施工啊，我们去年这个第一次介绍 Engine Find 这个平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想到的只是用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我们的公司会员啊，以这个信息啊，他们的这些公司的这些方面联络的方法啊，给这个潜在的客户呢。那现在1年多过去了，我们实际上在你们团队的努力下，已经增加了很多的功能啊。今天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 Engine Find 已经从网站搭建进入了持续运营和内容积累的阶段。刚上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企业展示、产品分类。现在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平台展示什么、怎么展示，以及怎么样让国内外客户真正的看懂企业的能力。最近 Engine Find 也完成了一轮整体的升级，新版本已经形成了供应商、产品与服务、专业文章、案例等主要栏目，内容和结构也更加清晰。平台的范围呢，也是从最初关注小微隧道企业，逐步扩展到工程咨询、监测勘察、工程材料、机械装备、施工、城市更新、土木工程供应链领域。简单来说，就是第一阶段主要把网站建立起来，过去这1年呢，则是在不断的增加企业、产品和专业内容，并开展国内外的传播。那就是说，最早我们的想法是抱团取暖啊，现在已经变成就是说把企业都放在一起，让他们产生一个协同向外展示这个我们的这个能力。平台的价值呢，我们认为不只是有多少企业入驻，更重要的是把企业真实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梳理出来，并持续的传播出去。那么接下来你能不能就是从这个实际运营的这个角度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年来的主要的这个成果？那首先呢，我认为平台本身的建设和升级，那除了供应商和产品页面，我们还增加了专业文章，使 Engine Find 不再只是一个企业名录，而是内容的来源。那第二呢，是帮助入驻企业整理中英文资料。很多企业有很好的技术，但是原有的资料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有些只有中文画册，那有些呢有大量的参数和图片，而海外客户就不容易快速的看懂。那我们会结合企业的画册、官网、技术文件、项目案例，重新梳理企业介绍、产品服务、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再形成适合国际市场阅读的中英文内容。那这不只是翻译，其实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讲清楚自己擅长什么，那产品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那第三呢，是持续的开展国内外的传播。除了Engine Find的网站，我们也通过 LinkedIn、微信公众号、专业文章、行业会议、展会和合作伙伴等渠道介绍平台和入驻企业。其实我们平台开始运行以来，好多同行都问我，他们很关心，就是说外面就是对我们平台的关注的这方面的信息，你能否把那个我们的后台的数据给大家说一下，好吧？那平台升级以后呢，我们已经观察到来自40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的访问，海外的城市访问呢也超过70个，这是近1个月来的数据。那从来源看呢，有些用户通过 Google、Bing 等搜索引擎进入平台，也有一些访问呢是来自 ChatGPT、LinkedIn 和 YouTube 等网站。国内访问其实也是平台流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来自百度、微信公众号、朋友圈，还有我们会员群和行业的活动。那前2天我在参加会议的时候，还发生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当时我在向一位客户介绍，我说 Engine Find 做了 SEO 和内容优化，平台上的企业资料呢更容易被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检索到。然后他看到我们平台上有一家他自己熟悉的企业，他说就看徐工凯工吧，然后就当场让我在手机上问 ChatGPT 说请介绍一下徐工凯工的产品和服务。那然后呢，我就把手机拿出来就是直接演示了。结果在看到的 ChatGPT 的回答中，第1条引用来源就是 Engine Find， 然后他觉得这个结果很直观，马上拍了照发给了他的同事。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即使是人工智能，它的这个数据的来源，我们这个 Engine Find 也是它首先要考虑的哈。这个结论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就是这个小故事呢，也说明企业入驻 Engine Find 以后，它其实不只是增加了一个页面，平台上经过整理的企业、产品和技术资料，也有机会会被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工具发现，在用户查询相关信息的时候就成为参考来源。那当然了，每次查询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至少说明我们坚持建设专业内容的方向已经开始产生实际的效果。那么除了这个访问以外，你能否给大家介绍我们这1年来，我们 Engine Find 收到哪些海外的主动的这个联系？这1年来呢，就是我们陆续收到过一些海外企业、行业机构跟专业服务机构的联系，有些呢就是希望了解中国供应商，有些呢希望探讨企业跟产品展示，还有一些机构，一些数字化推广啊，或者是也是类似平台的机构，他希望开展专业文章和内容传播方面的合作，就是大家互相介绍。那这些联系呢，目前也不一定能够马上转化为项目或者订单，但至少说明海外行业用户确实存在了解中国工程企业和供应链资源的这种需求。那只要平台继续积累真实、专业、有价值的内容，就有机会会被更多海外客户发现。其实呢，就是我们土木工程啊，那个相当是真正的一种合作，并不是说通过一次访问啊就能够马上就能够合作了，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积累，要相互要交流了解，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呢，就给大家就是说作为那种长期的交流啊，提供了这么一个方便。那么你这个1年多工作下来哈，你自己有什么最大的感受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中国工程企业其实并不是没有国际竞争力，而是没有把这种竞争力完整的表达出来。有些企业有几十年的行业经验，也做过很多重要的工程，也有很有特色的技术和产品，但是在网络上往往很难找到清晰完整的介绍。那我们帮助企业整理资料，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企业重新总结自己的能力，到底擅长什么，产品有什么特点，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这些内容的梳理清楚以后呢，不仅有利于国际推广，对企业自身的市场定位和客户沟通也有帮助。那另外呢，专业平台不只是追求这个短期的流量，我们需要就是不断的积累企业、产品案例和专业文章，让搜索引擎、人工智能工具和国内外客户逐步认识到 Engine Find。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专业内容会形成一个长期的价值。我感觉到哈，我们这个平台的话，确实我们做了一些我们刚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我就没想到，我们后来我们也做了，就是帮助这个企业怎么来展示自己的产品啊。这一方面实际上因为你也在外企工作的经验，我也长期在国际工程的工作，我们这方面就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在展示自己的产品啊这方面，这个能力这方面呢，我们是需要提高的啊，有的时候可以借鉴别人的一些好的做法。其实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件事情哈，我们不是还搞了一个公司会员的微信群嘛？其实在这个群里面，我们都是隔三差五的把那个世界各地的工程信息啊告诉大家。他们那个出口型的嘛，他们每年说第2年的那个计划规划都是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写出来的。所以下一步啊，我也在想，就是我们既然这些都是同行，在一个群里面哈，我们这一个群最大实际上可以做到500家嘛，就是500个人嘛，是吧？所以我们本身这个大家在一起也可以搞一些沙龙啊，做一些交流啊。当会员多的话，我们还可以做这些方面的服务，是吧？其实有的公司会员就已经跟我提出来这样一个要求了。施工啊，我们1年过去了，第2年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下一步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些打算做的工作？好的，那第一呢，我们继续邀请更多有专业能力、有国际合作意愿的中国工程企业加入，丰富平台的供应链内容。那第二呢，就是继续提高企业和产品资料的专业性，更加重视具体产品、技术方案、应用场景和工程案例。第三呢，就是加强国内外的传播和内容合作。在海外，我们会继续通过英文网站、LinkedIn、专业文章、国际会议和海外合作伙伴扩大传播。在国内，也会通过微信公众号、会员群、行业活动，让更多企业了解国际化展示的价值。第四呢，是逐步从企业展示向产业连接延伸。未来 Engine Find 希望进一步连接相关解决方案、行业资源、海外合作伙伴和项目信息，让用户能够围绕具体工程需求找到相应的技术和产品，
以及专业服务资源。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一年是实现了从0到1啊，然后以后的话，只要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们的会员啊，这个会员的人数啊，超过100家公司。然后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啊，就到这个世界上走出去，就是给这个国际会议啊什么，我们也设一个展台去介绍我们的工程云链。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把线上和线下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啊。应该说我们这个工程云链的这个未来啊，我个人还是很乐观。就是随着会员数量的增加，平台供应链内容会更加完整，然后我们也能够为会员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服务。其实施工，我们这中国的土木工程。这个已经是这个世界上啊，就是很厉害的哈。我们的能力不是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工程云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土木工程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全部的能力啊，就是向全世界、向潜在的客户去展示。那么我们在结束之前啊，你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那首先呢，感谢所有关注和支持 EngineFund 的朋友。1周年只是平台发展的第一步。未来我们会继续做好企业的资料整理、专业内容建设、平台运营，让更多中国土木工程企业的能力被国内外市场看见、理解和连接。也欢迎更多优秀企业、行业机构和海内外合作伙伴关注和加入 EngineFund。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白云说水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再见。